火星移民真的能实现吗？今年6月，马斯克再次高调宣称，建造1000艘星舰的计划已经开始，准备先送100万人去火星进行城市和基础设施的建设，完成当代的诺亚方舟壮举。在马斯克看来，最初的星舰应该能够实现对100名乘客的运载，那么1000艘星舰往返10次，就能尽快将100万人送去火星。而在马斯克的计划中，火星移民分为3个步骤。首先，要派遣一批模块化的机器人作为先行者，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3D 打印出火星基地的主体结构。这些机器人将采用模块化的构成方式，用以根据不同需要来进行任意组合，从而实现不同的功能，包括挖掘、巡逻、供电以及3D 打印。在抵达火星后，这些机器人会对目标区域进行超声波地质探测，并在合适的地方对火星土壤进行挖掘、提炼、研磨和融化等，用作3D 打印的建筑原材料。第二步就是派遣一批携带相关科学设备、居住单元和补给物资的宇航员，对火星基地进行完善、补充、优化和装修。居住单元将采用特殊的材料制成，到达火星后会从压缩状态展开，并自动进行充气和部署。整套居住单元包含了实验室、维修车间、水培温室和睡眠舱等，每2个居住单元之间都会配备一个连接室，里面存放了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水、氧气、电力系统、数据传输系统等。第3步就是正式送100万人去火星建造火星城，并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。对于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，很多人都认为是疯狂的、难以实现的。首先，抛开技术问题不谈，仅是如此大规模的工程所要耗费的资金，就根本不是某个人或某个企业能够承担的。即便如世界首富马斯克，也根本承担不起如此浩大的资金。第二，在火星上要想正常生存甚至生活，那么氧气和能源无疑是2个首要难题。虽然2021年4月22日 NASA 的毅力号火星探测器已经在火星上成功实现了利用2氧化碳制氧，但这距离实际的大规模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至于能源，如果是采用太阳能电池板，要想满足100万人的工作和生活能源需求，并没有那么容易。而如果是用小型核反应堆供电，那将面临大量的技术难题。最后问题来了，你觉得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能否实现呢？